姑大山，特辣等级让新手上胆，老手却步。百岳编号第45号，海拔3341公尺。早年其登山口位于中横公路旁，与屏风、碧路、羊头山并称为中横四辣。又因白姑大山山径最长，登顶最难，被称为中横四辣之首。究竟我这第3次尝试登顶白姑，到底能不能完成呢？3年前的暑假，我与山友相约2次单攻白姑大山，结果我2次都未能登顶。于是再一次登白姑大山，就一直高悬在我的人生清单的第1位。3年来，攀登白姑大山的历程，也时常在我的脑中回荡。特别是一个人在湿冷浓雾的箭竹林中，摸黑着找布条下山，让我决定下一次要改走3天2夜，不要再任性地单攻了。嗨，我现在人在高雄的楠梓交流道，这边是少年法院。等一下准备要搭接驳车。那今天要爬的是白姑大山。那原本4月底有报名白头翁的能高安东军，但是那次天气不好就倒团了。那这一次白姑大山本来预计天气可能也不是很好，不过一早起来其实万里无云啊。那白姑大山我之前已经去了2次，但是都没有登顶，所以这一次要完成我的3顾茅庐，白姑大山3顾茅庐，敬请期待啊！白头翁登山自主团在高雄已经第7年了，会员大约有350人。团长翁领队周开团并亲自带队。原本跟朋友是要参加白头翁的能高安东军，因而就加入成为了会员。刚好这趟端午节连假又开团，那是我原本就一直想要再登的白姑大山。既然刚好可以有伙伴一起出发，我就说服了我老婆一起报名。这趟中横特辣行程，没想到开了团也报了20多个人，总共请了4台接驳车。在前往最后农家的半路，结果我们的德利卡手排引擎过热，路边休息一下。司机先生很年轻啊，帅哥。
帅哥，哎，帅哥，我曾经在这边等客人等6个半小时。哦，跟我约下午3点，晚上8点半才出来。哦，客人出来还口气不是很好嘞。然后他们一车人全部吵架，那个就是趴累了，因为领队给他安排行程太赶了，一个晚上而已啊。像你们住，你们是后天嘛？对，他不是，他是今天进，隔天出。哦，2天的太累了，刚出去了，5点半上。刚哦，哎，简单啊，哎，简单干嘛呢？都讲爱对啦，啊，去就知啊啦。这个上没有来过的人会听他的困难。哦，当然是家里等啊，这边敢会当开？哎，这弄炸辣椒啊？袂使炸辣椒，你炸红哥，讲好，两个讲红哥了。来说说我先前2次单攻失败的原因。首先，先说明一下，白姑大山的路径不像一般传统百岳路线，前半段更像是一般终极山，路径有多处是不清楚、不明显的。例如刚进登山口，虽然是700公尺的林道，前面这一段是林道，有点下坡。现在白天看是没怎么样，像大概要500公尺之后才开始往上爬。但是半夜起灯，或者是摸黑下山时，全部黑压压的。如果加上湿雨后的浓雾，头灯一般照不远。因此，宽阔的林道会把头灯的亮给吞掉，你看不到下一条布条在哪儿。就算是反光荧光的布条，太远一样是看不到。因此你会走得很心虚，不知道继续直走能不能看得到下一个布条。这时如果路径突然转弯了，相信每个人都还是会直直往前走。100公尺。据我所知，3起重大的白姑山难都是这样发生的。而且3年前我来，当时的布条比现在少了至少1半。沙太你中陷阱的地方，第一次来的状况就是出现在这里。这是距离登山口约400公尺的林道，当时一片漆黑，周围能见度很低。我的朋友走在最前面，单攻行进快速下，直接冲进左前方这滩泥沼当中。当时并没有积水，所以以为只是一般的泥泞，但是越踩泥泞越深，最后整只脚连鞋子都陷在泥泞里了。沙太中陷阱的地方，对啊，因为黑黑的根本就看不到路，所以就直接踩进去了。由于才刚走，鞋就满满的泥巴，于是第一次才走了这样10分钟 0.4K 就直接撤退。再注意前方这个围篱，近10多年来白姑重大山难最大的一件就在这里。你可以想见，摸黑爬山的人一定都顺着水管继续往前，没注意路径要左转，所以才会再加了围篱及明显的指示牌。10多年前，某大学生傍晚入山，在这里走错了路，顺着水管持续前进，最后受困在前方不远处的溪谷中。搜救人员花了1个多月后才被发现，成为白姑山难中最有名的一则。而另外2则重大的白姑山难，就发生在我上回单攻2021年暑假的前后。一则是在沼泽营地，另一则是在石铺区。这2则山难的详细情形，稍后到了相关位置再详细叙述。所以这趟我是抱持着敬畏之心而来，前面2次撤退学到了不少教训。
千万不要轻忽白姑大山的险恶。白姑本来就是障碍赛，这个还是初级的。哇！3点，走了3个半小时，到三追山。三追山，很大。到，休息一下下。胃还会不舒服吗？如果不会不舒服，就吃一点东西。露营。Go go go！ 过了三追山，就一路下坡，应该前面就是沼泽，沼泽营地的沼泽。山永远在嘛，下次天气好才可以再来。下次天气好还可以再来。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他在跑了。我那时候来的时候，路是在上面，路不是在下面。前面说到近期3难之一，一则就是发生在这里，是沼泽营地。仔细看路看布条，非常容易走错的路。
沼泽营地的沼泽，看起来比正常的路还要像路。我上回单攻下山时，在这里也差点走错。上山时，大家会往上，记得往右转，往上走。反向下山时，却顺着地势继续往前直走。不知道这里该左转上山追山。在我上次来过后1个月，就有一位山友在此走失，最后是知名的跑山兽下切溪谷找到了。我猜这个下切的水源应该也是那时搜救行动中才发现的，不然大家之前都必须喝思燕池的过滤水。我告诉你，我那一次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直下，好像要往那个方向走，结果要转弯。这起灾难后，我发现我自己也差点在这里迷路。踩着蹲的，坐蹲。大概指标38过了，到30。我们在41的地方，然后大家因为下雨都躲在帐篷里，然后现在少一顶帐篷，协作去想办法去升了。你好，请问一下，那睡袋是直接拿吗？对。那个桶子里面吗？蓝桶那边。谢谢，我拿好了哦，我自己拿。OK 啊，谢谢。睡袋。说怎样呢？这个头灯第一段最亮，第二段、第三段，然后呢，有没有慢慢的又变亮了？变亮了，是不是？灰标的头灯。就是白姑大山，就是他搞我的。你是带这一颗吗？说起第二趟单攻白姑撤退的原因，主要就归咎在这颗头灯。这头灯当时才用了1年多，状况还良好。我带了3组电池备用。那原本是计划单攻用16小时，那也就是大约摸早黑4个小时。那万一状况不佳，抓个底线20小时的话，那我顶多就是
晚上再摸黑4个小时。灯最亮。没想到头灯早黑摸2个小时就没电，然后换电池再摸2小时，天亮刚好又没电。那头灯的充电线我又没带到，因此我就担心，万一摸黑到时会下不了山。那果不其然，我最后撤退摸黑2个小时，抵达登山口的最后农家。最后一组头灯电池也刚好耗尽，直到回家之后才发现，原来头灯出了问题。它自动从最省电的第1段变成最耗电的第3段，不然在低耗能模式下，应该一组头灯就可以撑8个小时才是。还有一道菜，慢慢吃，还有一道菜，这个哪边？没有，这边这个都是荤的，你们的素的在这边。素的这里。人走啊，往前走才对呀。刚才吃一个素粽而已。来，往前走嘞。塞车啦！塞车啦！老婆还好。哎，你要在那边看车，应该没办法吧？你赶紧去。看天气。由于担心第2天有午后阵雨，领队定了比原本行程提早2个半小时起床。预计凌晨3点出发。同一个营地有另一团在2点半已经启程了。有吗？很感谢。老婆第1天状况不佳，决定在营地休息。它那个纸在哪里？要在路边，往前进，2边全部都是沼泽。实验池。无啦，起无啦。它好像有那个石头上面会有血。看买，去看买。来，那个素清我帮你画一张。我这个有写东南风的。好了。有啊，这边这一块。喂，1张快点读的。对了，有嘛吼？破。还是谁啊？直接就这个海拔，要不要一个一个拍啊？
我选一个比较漂亮的。来，快！好了，这个不是，我要看那个。帅哥那是吧？好了，那个是有的。有啊，啊，再来一个相机啊。我那唔知你有去无？还有100。你等，你先可以吹出来。我等你你行一下放咯，乜都要，全部物件食。不用吃呀。我不了物件，这是外口。吉他营地，现在5点55分，5点55。你要保养吗？有钱嘞！我不知道，我参加过啊，那个店。大概67，追上前一路队伍。那就帮你跑了。之前来差不多再上去一点点，我就撤。一下就走了，稍微喘一下2啊，好看好漂亮。还没有到时间到，休息时间到，这后面离太远了。来拍一张。7.2K 就是这个东西。塞车了。人要跨过绳子，对，没错，要跨过绳子，2只手都抓在2，对，要跨出来，左脚踩住之后，右脚下来，右脚。好啊。右脚。其实我拍别人也可以啊。我有在剪影片，我想做记录这样子。抓住之后，慢慢一直往左边，再来，那个很滑，对，你的左脚要低一点。对，我走啊。好，来，你慢慢点。好，对了。不能先干就不能。OK， 我知道。大家设计哦，就不牢。一个一个来。
真的啊？哎，你不要爱上他哎。哦，你要不要我我还有一件要拍。好可以吗？要停吗？不用吧。慢慢的哦，踏点踏好，再走下一步。跟下乾隆大哥公山上后来算，少来了你啦，上哪里的？是吧？我乾隆拢听的，我感觉讲吼，咱多来复习迄个难受的课程无攀岩呐，还有迄个攀岩。来。有车啊，无啦？有绳子。是买细的，灯仔杖要不要先丢下去？灯仔杖先丢。拉绳啊！抓那个绳子那边的树干抓着啊。是这样丢，不晓得会掉下去耶。不会。我来了。可以。啊。踩稳再走啊！左侧拉左侧绳子，左边的绳子。哎，不要开玩笑。没有很困难啊，但是就是要小心啊。北线天在左手边，正常的路在右边。有800-900公尺，已经快到青藏线，休息，吃午餐。还有多久？快到定价了。
慢慢走啊，大概还要走1个小时。你们队伍在前面，那个要动的咯啊。还有1个小时哦。嗯，对啊，他们速度很快。没有啦，我们3点出发，慢你们半小时。8点45，我们到草青池。来，3、2、1。再一张3、2、1。没有。你不是要拍自拍吗？啊？是要自拍吗？在录影。在录影啊。录影也可以啊。小青池。南菇啊。看不到啊，现在白墙啊。但是我现在就是都跟汪哥，现在都是跟着汪哥，比较活跃，去年才开始很积极在你自己跑得太厉害了。个细胞。圈数6 ，71分16秒。86就到了。83。10步到了，开始兴奋了。看到10步就等于到了。所以兴奋一下吧。啥？这两步轻拍哦。哎呀，前面提到的另一起白菇山难，就发生在这石窟区。山友登顶后下山，在此失踪。有云海啊！那这一条防迷线呢，就是因为这起山难而架的。迷路的山友可能一直下了10步，太阳出来了，至今仍未寻获。当地搜救的人员有发现熊的足迹，所以也传言可能被熊吃了。那你要不也呀？对吗？有那个我们早上前我们找的那一对，可以对呀。而且那对刚刚不怪几人呢？然后讲没有？我20个人哇！那这段石瀑有约200公尺，走完也还蛮花时间的。那走完剩100公尺的棱线，虽然这个端午节天候不佳，但是登白菇的山友估计也有近50个人左右。好像是耶。
在这里，不用上船的啦。这个都是没有啊，到底啊？到底好，等你照啊。那没办法，到底啊？下对，是我们的人，跟我们的人啊。Trajectory and guide for go, over. Thank you, Michael. Good, This was for Borman and myself, old hat. This was Anders' first flight. But the spacecraft looked like it checked out perfectly. Everybody on the ground thought it was okay. And Borman says we've got Seco. Cutoff was right on the second. All right, good then. I will run, I will climb, I will soar. I'm undefeated. Oh, jumping out of my skin, pull the cord. Yeah, I believe it. Oh, the past is everything we were. Don't make us who we are. So I'll dream until I make it real, and all I see is stars. It's not until you fall that you fly.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 you're unstoppable. Take a shot, chase the sun, find the beautiful. We will go in the dark, turning dust to gold, and we'll dream impossible. Possible. And we'll dream impossible. I will chase, I will reach, I will fly until I'm breaking, until I'm breaking out my cage like a bird in the night. I know I'm changing, I know I'm changing it into something big, better than before. And if it takes 1,000 lives, then it's worth fighting for. It's not until you fall that you fly.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 you're unstoppable. Take a shot, chase the sun, find the beautiful. We will go in the dark, turning dust to gold, and we'll dream impossible.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we're sparking wild fast. Never quit and never stop the rest of our lives.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we're sparking wild fast. Never quit and never stop. It's not until you fall that you fly. 我固定的4G 也有够。这个真的很漂亮。我看到手歪过去呢啊，真的很漂亮。我还有那有审美观的呢哦。来哦，这帅哥蓝皮不？帅有帅哦。好，1、2、4。可以。这边啊，这边啊，这边。来，3、2、1。来啊，没有滚啊！你不讲好吗？我要装鞋子的。还是先把你绑在包包上。
你在哪拉？我想要弄是我的裤子哎。真好啊，真好呢。只有小心，我错。讲那么快到。紧盯啊，也是。你讲无安尼，你这是走基隆。对啊。为什么？就是那个楼基隆。哦。只在有的空间。所以很多人就要形成一条路出来。你像那个他就那个路就没有那么满。但是你楼梯也这么多。对。水就是从这里一直流。那你如果走那边，你就会丢掉。两个低楼就到这边有一种就很打袂掉，我敢知？有点恐怖。我现在打不上，真的。那如果先踩上面这个，你接得下去吗？踩不到，踩不到。绳子先拉紧，绳子先拉紧。哦，他正好要起来是高兴嘞。你屁股刚好一根刺啦。啊，这样嘛打不掉嘞。我帮你护了这根。无这支卡袂落。有啊，哎，不好踩哦。好。它有个背小块，哎，真的有点恐怖。哎，可能被帮忙拿走。对，因为他们知道你放的，他想说你走的比较慢，干脆帮你背下来。先问看看，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一包。没电，你弄就下去就对了。不然还不然来个来宝贝。只要可以下去就可以下去了。还不知道问哪里，我以为在不懂。哦。我们在那边呢，不是这边呢，北岸离远呢。回来了嘛？我们还有1.5公里呀。这边哦，你个距离，我那个帐篷较新呢。你个距离啊？那帐篷多呢。那帐篷新呢。有，你成都这啊？可以啊，我打可以啊，练习啊。还没刮死呀？有热水吗？还没热水。啊，你还没刮死呀呢？有没有调水片？有没有人在家？哎，是哦，啊，你们后面再来的哦。最后来的。我录影嘛，没关系啊。一根爬完又一根，一根爬完又一根。然后我那时候来就是这样子走，然后就想说，好像那边下坡，就一直往那个方向走。然后看到那边是有布条。那时候的路不是在这边，那时候路是在这边。
来拍一个照。绕右边，旁边那边比较不泥泞。美路大。沙太，你的鞋子。嗨，3天2夜，白姑大山终于要结束了，剩100公尺，要登出了。我老婆还有后导。这一颗山3天2夜还是非常的硬，加上我们这次到午后都一直下雨，路况非常泥泞，所以大家下次要来还是挑好天气吧。3天2夜成功，耶！最后10公尺，这趟白姑大山，我的人品依旧不给力。天候及路况其实比我3年前那2次更湿滑泥泞。所幸有了前2次的经验，这次安排3天2夜，可以不用赶路摸晚黑，安心稳稳慢慢的前进，还准备干爽的衣物可以更换，湿冷不至于失温。虽然现在布条、反光标志都更完善了，然而队友下山时还常常认错岔路，还好都有及时发现回头。另外下山过程中，还是有几位山友因湿滑而跌倒，甚至受伤。湿滑泥泞真的增加不少困难度。如果你也想来登白姑大山，千万不要忽视以上的风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了，感谢你的收看，别忘了按赞跟订阅，我们下次见。